大家好，我叫何世豪，我来自中国。我的土耳其名字呢叫 Abekir， 我今年刚好20岁。我来自中国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家庭，我的家庭成员有4名，有我的爸爸，有我的妈妈，有我，还有我的妹妹。我的爸爸今年42岁，我的妈妈今年38岁，我的妹妹今年18岁。他们的工作呢是有一个餐厅，为了供我和妹妹学习呢，他们每天有24小时，差不多有12个小时，他们都在努力工作着。我从小呢就能懂得呢父母的努力，还有父母的艰辛。然后呢，我在中国在中国上了小学，我在中国学习了6年文化知识。然后呢，我从小呢被父母呢送到了我的人生的旅途的第一个国家，那就是孟加拉 Bangladesh。因为呢，我的父母想让我学习不同的国家的文化呢，还有不同的语言。我在孟加拉的旅程呢，大概为4年。我刚去的时候呢，遇到了最大的困难，那就是当时呢我12岁。当我12岁的时候呢，很多同龄人的孩子呢，他们还在家里幸福的生活着，他们有着母亲的怀抱，有着父亲的怀抱。而我呢，当时呢，我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生活，我一个人睡觉，我一个人洗衣服，我一个人做饭。当时呢，我在孟加拉的时候呢，我哭了整整的4个月，然后慢慢的呢，我开始独立，我开始呢成长。当我们在艰苦的生活中努力工作的时候呢，当我们为一个事情去努力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的生活一定是开心，一定是幸福的。这是我从孟加拉4年里面总结到的。无论我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时间、任何因素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一定只要努力呢，我们一定会成功，我们一定会感觉到生活的幸福和愉快。我在他们的身上呢，感觉到了呢热情，还有他们的宽容。然后当我从这个国家呢离开呢，我回到中国呢，再一次呢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知识呢，我学习了2年。当2年后呢，我再一次出发，踏上了我第2个旅途，那就是巴基斯坦国家。所以我待了2年呢，学习了一定的乌尔都语呢，巴基斯坦的语言呢，我再一次呢回到了国内。当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呢，可能当时我已经没有再一次去学习的想法了，因为当我从巴基斯坦回到国内的时候呢，我的学习生涯呢已经足足的6年了。然后当我再一次在国内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的想法变了。我觉得作为一个年纪为20岁的孩子呢，男孩呢，我应该呢再出去呢，再学习其他的文化，再学习几年。当我没有来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呢，这个国家呢对我来说是陌生的。我仅仅呢是通过网络，还有我妹妹的呢给我讲述的呢，我所了解到的。当时我来到土耳其之前呢，我的妹妹呢，她也在土耳其，她在土耳其呢至今已经2年了，她在学习着土耳其的文化，而我也被她深深的打动了。据我当时呢，在国内的时候呢，据我的妹妹说呢，土耳其呢是一个奥斯曼帝国，然后土耳其文化相当浓郁的国家，我被它深深的吸引了。所以呢，我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我开始在国内办资料，我把我的护照换了一遍，然后我办了我新的签证，然后呢，我踏上了土耳其的美丽的土耳其之旅。当我来到土耳其的时候呢，确实，他们这里的人呢非常的热情，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伊斯兰文化。我被这里深深的吸引着。当我走到大街小巷的时候呢，他们同样呢看到这里的人呢，他们生活得很安静，很安宁，他们喝着茶，他们看着书。尤其呢，当我看到他们在地铁上和中国人不一样，和我们中国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我被他们再一次的打动了。然后我再一次呢被这里深深的吸引着。最让我在土耳其呢为之感动的事情呢，那就是土耳其的礼仪呢，是我见过全世界最好的礼仪。土耳其呢，他尊老爱幼，他的这个礼节呢，非常让我欣赏，也非常让我为这个努力的去学习了。我也因此而改变了。他们呢，在地铁上呢，在地铁里呢，他们尽量的把位置呢让给妇女，让给小孩，让给老人去坐。
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个地方，这就是美丽的土耳其。当然，我也去过土耳其其他的城市。当我来到土耳其的时候，首先呢，当我来到土耳其呢，我生活在美丽的伊斯坦布尔，我生活在亚洲的Üsküdar，在这里呢，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风景，不一样的热情。风景呢，当然，伊斯坦布尔是，拿破仑呢说过一句话，如果呢全世界必须要有一个首都的话呢，那么这个首都一定是伊斯坦布尔。我打算呢在土耳其呢，现在我来到土耳其呢已经半年了，我打算呢。我在土耳其呢，再待上个4年5年，甚至呢，以后我的事业呢，也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展。因为这里呢，确实有很多东西呢，是我割舍不下的。中国现在流行一句话呢，那就是呢，土耳其呢是浪漫的土耳其。所以呢，当我来到土耳其之后呢，我到了一个语言的学校。当我在这个语言学校里面呢，慢慢的开始了我的生活。我也被他们深深的打动着，他们对我是非常的热情。当我来到这儿呢，带着我呢，给我帮各种各样的忙，我需要什么呢？他们带着我去做什么。然而呢，这里的饮食习惯呢和中国呢有很大的区别。我也开始喝起了茶，也开始吃起了甜点。